刚出院回到家就被我妈赶出来找对象。是的，已经母胎单身20多年的我，仰天长啸，苍天啊，请赐我一个男朋友吧。然后我就听见一句讽刺的话，原来真有人又没对象，又没钱，又看起来很傻的，还不如一条狗，这谁呀，这么嚣张。我回头一看，一条花斑狗一脸鄙夷地看着我。我上去理论，认认真真地盯着他。我上的厅堂，下的餐堂，能文能武，一顿3碗，怎么就不如你了？这条土狗甩了甩脑袋，我有对象，我欺人太甚。我撸起袖子想找他干架，再说话我就打得你屁滚尿流，脑袋开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蓝色衬衫的人站到我面前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能找到回家的路吗？小不点，我怎么不能呢？这种情况于我而言属实常见。于是我立马变得乖巧。今年26，下雨知道往家跑，知道姓名，不是精神病。他鼓励地竖起大拇指，像鼓励一个听话的小朋友般对我说：真听话。我听话个大头鬼。刚逃离这尴尬现场，又入尴尬深渊。我指着我妈领回来的相亲对象，不可思议地说：妈，他谁？我妈拍掉我的手：你胡阿姨介绍的高质量男性，我瞧着挺好的，就领回来让你俩互相看看。我这才看仔细了，轮廓清晰，鼻梁高挺，眼睛深邃，似乎能看到硬邦邦的腰线，应该有腹肌，是个大帅哥。心里一痛，完了，肯定没机会了。第一次见面就出这么大的丑，要被笑话了。他却坐到我旁边，加个联系方式吧。我不过加，必须加。我妈欣慰地看着我，好像在想，女儿终于长大了。我还不忘介绍自己，我是许多多，你可以叫我王者。咱也不知道为啥我一女生的小名这么威武霸气。我寻思，我爸妈生我那年也没王者荣耀这游戏啊。陆婷开车带我去吃饭，是一家中餐厅。我坐着慢悠悠等上菜，他坐在我对面，发着呆，好像在想什么。突然一皱眉：许多多，我知道你的超能力，是不是能和动物说话？我使劲点头，心里一喜，终于有人不认为我是变异青年了。他凑近我，小声地说：其实我是条鱼。我嘴里刚喝的果汁噗的喷出，喷他一脸。真的假的？他一边拿纸擦一边点头。骗你干嘛？我赶忙起身坐到他旁边。哭了的话有珍珠吗？能卖钱吗？他咂咂嘴，有，但我不给。我拍案而起，你是不是就凭着发家致富？他这不得赶紧抱紧大腿，有朝一日我也名列百万富翁。吃完饭我就主动提议带陆婷去看电影，选了部当今热播的神剧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嘿嘿，哭吧，快哭吧。入场一会后，他扔了张纸给我，你能别哭了吗？我呜，你怎么不哭？他给我擦了把眼泪，只顾着看你哭了。电影看完，他愣是一滴眼泪又没掉，我的眼睛倒是又红又肿。陆婷给我戴好围巾，眼里满是心疼，以后遇到什么都不要再哭了，我保护你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看电影哭也不行吗？这次住院前，我可是一天就能又哭又笑800次。回家路上，我俩再次看到花斑狗，我嘲讽地说：哼，我就要有对象了，该我瞧不起你了。花斑狗慢慢悠悠走在我身边，一双眼睛充满着不屑。我老婆怀孕了，你牛。我转身看向陆婷，我要是和你生孩子，生出来也是人鱼吗？我是真的好奇，也没多想。他被我问得脸上泛红，耳垂红得像滴血。不知道，你可以试试。我理解的点头，那倒是可以试试。楼道里，他还跟着我。我打住他，你干啥？为啥我都快到家门口了，你还跟着我？陆婷说得很认真，我看着你进家门才放心，不然什么？他笑着摇头，不然怕你再被某些坏人拐跑。你快进去吧，明早我来接你。我坚定地点头。为了珍珠，为了发家致富，我可以委屈自己早起的。王者，许多多，快起床！我轻轻嗯了声，翻个身继续睡。忽的，我的身子悬空，脑袋昏昏沉沉，上下眼皮眷恋不舍地分开。许多多，再不起，珍珠给花斑狗了。什么？花斑狗？我大吼一声，不同意，他不配。陆婷嬉笑地看着我，原来某人这么贪财啊！人可以没有志气，但必须钱多多，要是没钱，就必须志昂昂。我从他怀里跳出来，打起精神。珍珠呢？他揉了揉我毛茸茸的头发，财迷，下次给你。我起床洗漱，边刷牙边问：你咋进来的？我妈呢？他吊儿郎当地靠在厕所门边，表情倒是严肃认真。阿姨说想让咱俩更进一步，年底领证，明年给她抱孙子，就给咱俩腾空出去跳舞了。我呛了口牙膏沫，嗓子里充斥着柠檬味，咳了咳说：我妈她童言无忌，别介意。陆婷突然捏住我的脸，我觉得说的挺好，我就这么想的。我说实话，有点快，我不太能接受。正想着怎么婉转地告诉她时，她开口了：
你真的第一次见我？我可是这辈子、上辈子、下辈子都是帮助你复仇，并且一直陪着你的骑士。没想到你忘得这么快。我笑出声，垫脚揉了揉他的头发。不然呢？早就认识你这个肤白貌美的大帅哥的话，我不直接强娶了。他背过身去，微弓依着背，悄声说了句：我倒是想把你娶了，很久前就这样。想我们昨天刚认识，今天就说这话，该不会我被他当那个前任替身？大白菜、鸡毛菜、通心菜、卷心菜。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打乱了我的思绪。我指了指放在床头的手机，帮我接电话。他转身离开厕所门，留下一股薄荷清香。我擦着水乳，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然后没多久，陆婷的声音响亮，带着怒气传进我的耳朵里。许多多，谁让你和乔西吃完的？我收拾好出去。你认识？陆婷把手机举到我面前，冷冷地看着我，把它删了。被害一次还不够，还想着有第二次。我小声嘟囔了句：为什么？他又没害过我。他直直地盯着我，一副不好惹的感觉，仿佛想让我给他个解释。我不知道他莫名其妙在生气什么。拿过手机，小池是我主治医生，我们认识好久了。他咬着牙，眉毛皱得紧，看起来非常生气，头发都快点着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人鱼脾气都这么大。我跑到床边，在枕头下摸了摸，鱼能吃糖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星空糖，晚上吃完药就会吃它。我拿到陆婷面前，递给他，改天介绍你们认识，他人很好的。好像说完这话后，他的脸不只是冷了，还变得发青。我看他迟迟不接，只好撕开包装纸塞到他嘴里。鱼儿乖，他是一名很称职的医生，一直对我很好，你们是不是有啥误会？想了想，鱼儿这名称有点不太合适他飒爽的气质。于是我说，我还是叫你荣耀吧，这样王者荣耀天造地设一对，咋样？陆婷眉毛舒缓，声音也温柔起来。行，但是你明天把乔西什约出来，我见见。刚才那反应像是要刀了他。我和善地问，能不打人吗？好好说，有啥误会说清楚。他没回答我，开车带我去吃了早餐，还帮花斑狗带了肉骨头。我本憧憬着第二天还会有陆婷的叫醒服务，但当我被我妈用美的广场舞歌声吵醒的时候，心里竟有些失落。饭桌上，我妈大手一挥，扔给我一张纸，我还以为是赢了彩票，向我炫耀她的战绩，可谁知是她的快递取货单。我喊给她，妈，你广场舞每天早上去，晚上去，拿个快递的时间都没有。她哼了一声，看来给某人买的礼物她是不要了。我一把抽回她手里的取货单，妈，你放心，我保证我的飞毛腿不会让你失望。我站在我妈给我发的地址处，东看看西望望，只有5个大字：平洲实验室。怎么看都没有快递站的意思。正想着给她打电话问清楚时，有个穿着黑色正装的女士一步步向我走来。请问你是徐女士吗？我妈买了什么？这么大牌面，还有人来接的。我点点头，我是。她领着我往里走，停在了一个红色木桌前。打开吧。我愣住看着她，什么鬼？这么大牌面，就为了一个还没有我脸大的盒子。不过别说，这盒子真挺好看。蓝色包装纸上画着俩穿着蓝白校服的人，男生在为女生撑伞。我打开盒子，粉色和白色的珍珠糅合在一起，最上面的一颗是蓝色，我最喜欢的蓝色。喜欢吗？小不点，我笑起来。荣耀，看来你深藏不露嘛。陆婷，不对，是指路给哥的老婆看。不要太喜欢我了，不然哥会被你拿捏得死死的。我眨眨眼，把眼泪憋回去。荣耀，我是不是发家致富了？通过坑你的珍珠。他噗地笑出来，一双桃花眼深情地看着我。想想我也不亏啊，毕竟把一介王者娶回家了。有个细小的声音从门旁的鱼缸里传来。我靠，你看到没？这玩意儿竟然把这些不灵不灵的东西送了，这可是他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做的最多的事了。另一个声音说：6，城里人真会玩。我回答他们：6，你们鱼都这么先进。陆婷，回去路上遇到2、3个人。陆婷笑着向他们介绍我，看起来关系都还不错。我凑到他耳边，他们都是鱼吗？陆婷握紧我的手，摇摇头。我哎的叹口气，看来奇怪的人只能和奇怪的人走得近，这句话是骗人的。心里突然有些难受，好像有什么涌了出来，是记忆，是情绪。一个画面一闪而过，一个模糊着脸的男生冲我大喊：异类，滚出去！陆婷搂住我的腰，给了我些安全感，把我的思绪被拉回现实。王者怎么了？荣耀这么帅的人在你身边都能走神。我挑眉，王者这么美，不应该是荣耀高兴吗？他失声哑笑。陆婷指了指我手中的盒子，想卖就卖，想留着就留着，送你了，就是你的。行，我的了。想了想，不太对。我问他，你这8年就这么宝贝的存起来这一点？
你加的一点是100颗。谁家男人成天以泪洗面？你说的很对。冷不丁，陆婷又提起乔西池，说无论如何必须要见他。就这样，我在他俩的长达10多分钟的眼神交战中不知所措。我说小池待我很好，是因为他每次在茶房时都会带给我很多吃的，还会在我情绪低落时给我讲一些并不是很好笑的笑话。他认为我和动物交流是很厉害的事情。虽然在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莫名其妙地对他有敌意，但现在怎么看怎么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孩子。我坐在陆亭里面，想着怎么缓和一下气氛。乔西池突然夹了个南瓜饼放到我碗里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姐姐，你喜欢吃的南瓜饼？我侧头看了眼陆亭，他眼神晦涩，还是一直盯着乔西池看。该不会这家伙喜欢看美男子？这都盯了10几分钟了，一下头都没转。我摆摆手，谢谢小池。他突然侧头看我，灼热的目光冲进我眼里，我心里砰砰乱跳，结巴着嘴说：“你吃吗？”他摇头，不吃。我撇撇嘴，啊，好吧，我只好夹给乔西池吃喽。在我把牛肉夹到乔西池碗里时，陆婷黑着脸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。再加一块。什么？他凑到我耳边，每一个字都咬得很重地说：“再加一块，给哥吃。”我突然醒悟，他应该是把小池当情敌了，还以为什么深仇大恨。我把包好的虾放到他碗里，笑嘻嘻地看着他说：“男朋友专属。”他的脸色好了不少，看起来戾气也没刚才重了。我转过头看乔西池，小池，我听陆婷说你们高中就认识了。小池弯唇微微笑着，就是关系不怎么好。你知道吗？姐姐她高中可凶了，有一次差点把我打进医院。我愣住，凭直觉地说，我不信她会打人，除非被打的那个人犯了错。我问她，你做错啥了吗？她不会随随便便打人的吧？陆婷搂住我的腰，依偎在我肩头，没错，她做的特别错，她伤害了哥的人。你说是吧？小池2个字，陆婷咬得特别重且字正腔圆。乔西池的脸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青，看来他俩结下的梁子很深。我举起杯子，让这不太愉快的气氛变得热闹一点，喝一杯吧，庆祝我和小池出院，还有遇见陆婷。我坐在车上等陆婷回来，左等右等，快睡着了，他才回来。我问他去哪了，他咳了咳，侧过头背对着我，没事。我别过他的头看个究竟。果不其然，嘴角泛着青紫。当目光停在他鼻梁上的血迹时，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手开始止不住的颤抖。眼前蹦出一个画面，我倒在地上，衣衫不整，眼神空洞，脸上布满红色的液体。有谁拖拽着我，拉扯着我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被困在这静止的画面里，动弹不得。乖乖，别怕，我在这里，我保护你，别怕。陆婷抱住我，轻拍我的背。也不知多久我才缓过神来，从包里拿出创可贴。都这么大人了，还打架，受伤了吧？他眼眶泛红，眼里尽是说不清的心疼。别硬撑着，难受就和我说，行吗？别让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看着他的唇，看起来很好亲。我可以亲你吗？还没等我俯身，他一把把我搂过去，唇齿相贴，薄荷清香氤氲在我周围，香甜可口。突然，一滴温热的东西落到我脸上，我推了推他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弄疼了吗？他摇摇头，没，我只是庆幸你可以喜欢我。我又亲了过去，也谢谢你喜欢我。当我在床上准备用晚安结束这一天时，陆婷给我打了电话，她问我吃过药了吗？我说吃了。陆婷，我给你讲故事吧，你把手机放到旁边，闭上眼睛，我乖乖照做。好。高3时，猎人救了一个女生，她不爱说话，也过分乖巧，看起来小小一只，所以猎人喜欢叫她小不点。后来小不点遇到了大灰狼，大灰狼伤害她，她很难过，猎人想要保护她，但是却在某些原因下被迫离开了。大灰狼得逞了，小不点身体出现问题，等猎人马不停蹄地奔向他时，小不点却不认识猎人了。猎人重新与他结识，他每次的忘记，猎人都会选择一种不同的方式重新介绍自己。他相信他会娶到小不点的，所以你相信吗？小不点，我会娶你的。我的眼角划过一滴泪。这是我们的故事吗？我的声音有些颤，带着鼻音。这个故事让我心里很疼，好像我就是主角。陆婷声音急切，你哭了吗？是不是不舒服了？我来找你。我大声质问他，这是我们的故事吗？告诉我。他沉默了，我好像知道了，是我遇到了那个大灰狼。陆婷轻缓着声音说，不是我们的故事，对不起，让你难受了。我不受控地大笑起来，那就好。我就说我这么乐观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他问我，你在哭吗？我摸了摸眼睛，却摸了一手水。没有，我没哭。这个电话不欢而散。
我睡不着，拿出安眠药喝了俩。我知道自己有病，我知道我控制不了情绪，我明明配合治疗，可为什么还是会这样，像个疯子，又哭又笑。好累，等我醒来时，脑袋昏昏沉沉，有些意识模糊。我起身，却被谁一把捞回去。我回头一看，是陆婷，她抱住我，将我圈在怀里，很小心的道歉，对不起，昨天我不是故意的，故事讲的不是你，是我胡乱编的。我会抱住她。什么？昨天怎么了？她愣住。我往上她身上蹭了蹭，亲了亲她的眼角。我妈说你知道我的情况，但是我想亲口说一次，我有一些心理疾病，做了几次 MAC 治疗，可能记性不太好。但是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爱你。可能你真的是我上辈子的骑士，要不然怎么会第一次见你就感觉咱俩认识好久了。她牵动嘴角，看起来皮笑肉不笑。多多，谢谢你。我突然想起来什么，你昨天晚上来的？来这干嘛？他起身来看看你睡得好不好。陆婷在厨房做饭，我在投简历。因为前不久我就因为给办公室带来不好氛围为由被辞退。他走过来，肩宽体长的189身高，这穿着美少女战士的围裙，别有一番韵味。在干嘛？我合上电脑找工作。他点头，然后转身回了厨房。我跟过去，做啥呢？鱼汤。我傻眼地看着他。你杀了你朋友。我迅速地关上火。你疯了？你也是鱼？你怎么直接动手？你让我来啊！他重新开火。这有啥？我是人鱼，道行很高的，就像荣耀王者一样的段位，懂了吗？我撅起嘴。那以后也别着这样。你想想反过来，人杀人呢，还分什么大人杀小人？他被我逗笑。成，老婆大人。从面试公司出来，突然有女人倒在我脚旁。我抬头看看，还好有监控，然后放心大胆地蹲下查看。女士，你还好吗？她脸色苍白，刘海粘在额头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低血糖。我掏出手机打了120，跟着到了急诊。她醒过来时已经深夜了，我等着要钱，只能苦苦候在旁边。我递给她杯水，小姐姐，你好，我是送你来医院的人，你看你的费用能不能？她看我一眼，用被子裹住自己，滚出去。我以为她也有些精神问题，就温柔地开口，也没有多少钱，你看你是微信还是别的？她一把夺过我的手机，砸到墙上。为什么要来找我？我已经改过了，滚出去啊！什么意思？我皱着眉，冷声道，不给钱我就报警了。她不知道听到啥，突然激动，往我身上打。我要推开她，她借力一巴掌打到我脸上。我耳边轰鸣，头脑发胀，像是要爆炸。和狗说话的人，疯子；没爸养的人是什么？私生女。你掉多少眼泪，我扇你几巴掌。疯子，傻子。不同的声音一遍遍回响在我耳畔。我捂住耳朵，扯着嗓子喊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别说了，我不是。我跑出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往前冲。我想要这些声音被甩在身后，永远追不上我。可就一个还没有手搭的石头，将我所有的努力全都打破。我摔倒在地，爬不起来。恶魔追上我，我只能任他吞噬。一句话就像一把刀一样，猛地坠入心脏。我遍体鳞伤。多多，坚持一下，我们就要赢了。我们是荣耀王者 CP 啊，坚持一下。陆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可是我眼前一片黑暗，看不到路啊。我醒来是在陆婷怀里，我没有力气说话，干看着她。医生把她叫出去。我的手脚被固住，思绪混乱，我知道我又犯病了。陆婷回到我床前，再一次搂住我。还难受吗？你昨天吐了一夜。我摇头，想不起来了。她脸色不太好，还是强打着精神。昨天我去医院接你，晚了一会，对不起。我还是摇头，不是她的错。她轻拍着我的背，昨晚睡得舒服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现在好想睡。她说怕你会再吐，胃里难受，就抱着你坐着睡的，是不是有些腰疼？我帮你揉揉。我哑着嗓音，你没睡吗？她苦笑着，我睡不着。我揉揉她的头，我昨天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没有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医生说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，只能留一个人在这里陪我，所以我妈就被陆婷打发走了。我不想住，这里的味道让人闻起来恶心。荣耀，能回家吗？我不想再住这了。她摸摸我的头，那你快点好起来啊，好起来就能回家了。我耷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地看着她，眼里充满委屈。那你把这些东西拿掉，别用这个顾着我的手和脚了。她摇头，不行，等检查出来了再说。我长叹一口气，生不如死啊，你好狠的心。她紧忙拉着我的手，眉毛蹙起，别说这种傻话，只能好好的陪在哥身边，懂吗？我开玩笑的，你这么认真干嘛？她一脸严肃，以后不准说这些话，
也不许想。后来我在医院的治疗猫咪嘴里得知他为什么这么严肃。我刚送来医院的时候，一会呆坐，一会大笑，简直是个不人不鬼的疯子。陆婷一直陪着我，我打他，他任我打，我吐了他一身，他也不松手。后来几个猫咪聚在一起告诉我，他在走廊坐着的时候哭了，住了1周左右就出院了。在家门口我看到了乔西池，我不记得我什么和他说过我家的地址，可能是我忘了。我趴在陆婷背上，把脸埋在陆婷肩头，不去看乔西池，感觉他有些恶心。陆婷侧头轻声问我，不舒服吗？我点点头，看到他心里有些难受，他问我，你想起来了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乔西池也不知道啥时候跑到我身边，他声音穿进我的耳朵，让我冷不丁打了个激灵。姐姐，你这几天干嘛去了？怎么找不到人？我强忍着恶心，不知道，我们先回家了。陆婷背着我走得快了些，甩开了乔西池。路上遇到花斑狗，他领着他老婆站在一边。你得开心起来，知道吗？他眼里是少有的认真，你开心最重要啦。我这态度180度的托马斯回旋都没他变得快。回到家，我发现陆婷没收了我的手机，我想用电脑，他也不同意，美其名曰静修。我对待此事的看法是无话可说。晚上实在无聊的我趴在他身上，玩一会行吗？半个小时就行。他把我抱到他腿上，咱俩一起看。我看着他屏幕上花花绿绿的数据，叹口气，算了，你这太高级了，看还不如不看。你无聊啊？他问我。那可不，无聊透顶了。陆婷突然微笑起来，那我带你玩玩。我被他扛到肩上，往房间走。我疑惑，玩什么？他的声音酥酥的在我热耳边蛊惑着我，玩我呀，乖乖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平躺在床上，一动也不想动。他走到床边，轻而易举抱起我，今天收拾一下，搬去我那住。我可劲摇头，也不是不想去，就是想着多陪我妈跳2天广场舞。但是当我看到我妈快快乐乐地拿着秧歌扇和陆婷互动时，一盆凉水浇灭了我对她热情的火焰。我问她，我要是住陆婷家去了，你会不会难受啊？她眉毛一挑，嘴角上扬，那你倒是赶紧走，看到你才难受呢。我吃饭时，她给热情如火地给陆婷夹着菜，显得我像是外人了。我茶里茶气地说，母上大人竟是有了新欢，忘了就宠，还亏得妹妹我时时刻刻惦念她。滚犊子，好好说话。我好累。陆婷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在前面走，我两手空空的在后面跟。花斑狗迈着小步子走向我，这是要出门。我停下来撸撸它身上的毛嗅沟，以后你可能要很久才有肉骨头吃了。它依偎在我手里，常言道，你开心就好，又是这句话。我问他，你从哪偷听来的？怎么老是这样？我突然被谁拽住手往外拖，我抬头一看，是乔西池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已经被重重地栽倒在地。花斑狗冲上去咬他，我这才悻悻地被放开。你干啥？疯了！他指着我的鼻子，你 TM 装什么好人？你不是什么都忘了？忘了你往网上发干嘛？我愣住，觉得他说的莫名其妙。陆婷冲过来，把我护在身后。我发的，怎么了？你暴力他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有一天会轮回到你身上啊？乔西池捂着胸口跪在地上，说话的声音哆哆嗦嗦。为什么你们不给别人改过的机会？明明我和他都改了，我们都好好生活。我遇到许多多，我对他好，补偿他，凭什么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陆婷指了指车子和我说，你先坐上去等，我一会来找你。乔西池疯了一般连滚带爬的扑过来，拦着。陆婷一拳打在乔西池脸上，怒骂道，那你想过他吗？你轻而易举的一句对不起，是他的一辈子。我愣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心里的玻璃碎了。我努力牵动脸上的肌肉说，让我看一眼，行吗？陆婷回头看我，眼里满是心疼。别看了，会不舒服的。没事，相信我。视频播放的一瞬，所有的记忆涌上心头。我和陆婷是高中同学，高3那年，我转学到她的班级。说来可笑，乔西池也在那里。我爸最后一次执行任务，冲进火海里救下的是乔西池爸爸。又返回去寻找他妈妈时，房子发生了爆炸，2个人都没有出来。乔西池把他妈妈的不幸怪到我爸爸身上。起初乔西池只是带头孤立我，我不害怕，因为陆婷一直在我身边。有一次我被人堵在家楼道门口，后被来拽去了楼顶，也是陆婷救下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每天都有陆婷送我到家门口。他和乔西池打架的场景与刚刚陆婷打在乔西池脸上的那一拳重合。上学期的体育课，我喜欢跑去和一只柳树窝上的小鸟说话，他是我的朋友。这些被乔西池拍下，发到了校园墙。一瞬间涌出来很多人说，他们经常看到我神神叨叨对着虫子
鸟说话。陆婷站出来替我反驳。也没过多久，我就收到了让人心颤的消息。陆婷与乔西池打架被处分了，乔西池进了医院。春节那天，我约陆婷去看烟花。我在阳台那等了一晚，没等到陆婷，却等到了乔西池和一个女生。女生就是在我面试时救下的那个人。那天太阳不大，天也阴沉沉的。我被打得不省人事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陆婷去哪里了？开学时，我再一次转学了，再也没见过陆婷。我去做了很多次 MAC 治疗，才从漩涡里爬出来。大学毕业后，她风尘仆仆地现在我眼前，我当她是陌生人。我的记性时好时坏，遇到什么刺激性的东西，就会短暂失忆，或者永久。前前后后一共13次，她让我重新认识了她13次，每次都在不一样的地方。星空下，花海里，老君山的日出前，最后一次是她说：“能找到回家的路吗？”小不点，其实有她在就能。视频里我的尖叫声触动了我的思绪，我扔掉手机，紧紧抱住陆婷。还好，这一次我没有失控。她红着眼，还好吗？要去医院吗？你别再忘了我了，我害怕。我摇摇头打断她，陆婷，谢谢你，让我来和他好好说说吧。我回过头，直视着乔西池的眼睛，眼里是止不住的愤怒。我会把视频删了，但是我需要你们向我爸爸道歉。他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也改了，你别再逼我们了。我只要求了他道歉，他不表态，我就拉着陆婷走了。在车上，陆婷一脸委屈地看着我，你咋了？这可没有了荣耀王者段位的风范了呀。他把我拉进怀里，轻轻捧起我的脸，清新的薄荷香弥漫进口腔。我环住他的脖子，享受着他的温热，甜甜的吻，谁不爱？他把头埋到我脖梗，像个小孩子般委屈道：“你这个骗子，之前骗了我13次，拜托这次别再忘了你老公是陆婷了。”我揉揉他的头发，鱼儿乖，这次不会了，我带你去游泳吧，去海里，随便你撒欢。恋爱的男人怎么这么小女人？等等，他怎么变成鱼儿了？我问他，你高中怎么不说你是鱼？他撇撇嘴，眼里还是无尽温柔。那还不怕某人觉得自己是异类，不同意我和他贴贴？哥只能和他说实话，让他知道哥的神话。我笑起来，心里暖暖的。那看起来某人是真的爱我，他那是哥只疼你一个，懂吗？你这辈子是老子的，下辈子也是，永永远远。休想甩开老子的爪子。到他家没多久，我们就睡了一觉，美其名曰重温。我累得不想动，他抱我去洗澡。我说，你和我一起洗，让我看看你的尾巴。他倒是不矜持，直接坐进来。陆婷，你先闭上眼睛，我变好了给你看。我数到1，你再睁眼。5、4、3、2、1。他泛着蓝光的鱼尾巴出现在我眼前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直接开口，我要是和你生小孩的话，会不会生出人鱼？他挑眉看我，怎么？哥一个人还不能满足你？你不和我生小孩，和谁生？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明明是我满足你，好吧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就收到了乔西池和那个女生的道歉视频。我把它置顶在陆婷的微博，然后删除了他们暴力我的视频。我想着，终于我也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陆婷给我看了高3春节当天她给我写的信，只是蛮可惜，当时被她妈妈为了逼她出国，把信扣了，我没有收到。里面是她对我满满当当的爱。虽然陆婷被她妈妈逼着出国了，但是还好，她在自己有能力时，有马不停蹄地奔向我。每天她想方设法地做些饭菜，为了她的养胖计划。每个月她都会带我去看电影，只是看的都是搞笑喜剧。26岁春节，我和陆婷去看烟花，在我们18岁约好的地方。她单膝跪在烟火前，许多多，我们的荣耀王者 CP 可以有证了吗？我热泪盈眶，心里满满的欢喜。当然啊，因为这一生非你不可。回去时，我在楼下找到了花斑狗，我给它放了根肉骨头。我要结婚了，请你吃喜糖。它哭哭啼啼让我顺顺它的毛。我老婆生孩子，把我丢了，和别的狗好上了，我笑得直不起腰。它瞪我，别笑了，和你家的鱼好好过去，别来烦我。陆婷背着我回家，她走得有些急。我问她，你这么急着干啥去？她往上掂了掂我，造小孩不能让哥的女人被狗狗瞧不起。我纠正她，是造人鱼。陆婷，你还真信啊？老子才不是鱼，那起初是哥怕你不敢和哥亲近，后来是为了逗你开心才装的。我亲亲她的脸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你买的鱼尾巴了，别说你穿还真挺好看。结婚前一天晚上，我收拾房间时，我发现了藏在床底下的日记。高3日记里最重要的一篇是记载珍珠的，里面的第一句话是，谁想娶我就用自己收集的100颗珍珠吧。
我想要珍珠的原因是，当时陆婷为我抄了篇童话故事，《海的女儿》十几张纸的背后有一段话：你是我的青春，请快乐长大，哥可以做你的靠山。哥是陆婷。全文完。